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阿莲是镇上远近闻名的大美人，面如芙蓉，身如玉，走起路来迎风摆柳，迷煞众人。人人都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有那福气娶了她，没想到她啥也不图，一声不吭嫁给了穷书生陈天祥。陈天祥父母早逝，夜间读书，白天靠着替人抄写书信赚些银钱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娶了阿莲后，两人恩爱非常。阿莲说爱慕天祥的才华和人品，天祥说阿莲温柔且善解人意。天祥每天乐滋滋的，不知道上辈子积了什么德，娶了这样好的媳妇。他想让阿莲过得好些，像那些富太太一般穿金戴银，衣食无忧。可银子没那么好赚，为了早日实现心中所想，他放下书本，随邻居阿土出门跑商。谁料这一走就是半年，家中银钱早已用光，阿莲除了绣花也没其他生计。看着家里空荡荡的米缸，他硬着头皮去找粮店的王婆借米，好说歹说借了些米，正要离去时，和一迎面而来的男人撞了个满怀。男人扶住他的香肩，轻轻捏了捏，调笑道：小娘子走路可要小心些，摔坏了我可要心疼了。阿莲一听，面皮噌的一下红透了，又羞又气，不想搭理此登徒子，掩面而去。男人陶醉地嗅着阿莲离去留下的阵阵体香，看那细细的腰肢在眼前晃动，只觉热血上涌，恨不得马上搂着这小娘子好好疼爱一番。他问王婆：这美人是谁？为何我从未见过？王婆答道：东家，这是陈家娘子，闺名阿莲。原来这男人是县里当铺老板，这家粮店也是他所开，今日来店里盘账，没想到和美人迎面相逢，见他独自一人，娇弱无骨的样，李富贵色从心起，故意撞了上去，娇躯在怀，让人舍不得松手。李富贵有钱，他想要的女人基本都能弄到手。线下看向阿莲的眼神，王婆知道东家这是又有新目标了。果然，李富贵又问道：嫁人了？那夫家是做什么的？王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东家：是，嫁人已1年有余，夫家是个孤儿，现出门做生意，1年半载没回家了。李富贵一脸惊喜，那岂不是家中就这娘子一人？他眼珠子转了转，悄悄在王婆的耳边轻声说了些什么。王婆一脸惊讶，最后却也是点头应下。隔天一早，王婆兴高采烈地来找阿莲，她看了看屋里，啧啧2声，直道：可惜，这么个美人住在这，真是糟践了。阿莲刚借了王婆的米，不好说些什么，搬来一个凳子让王婆坐下，问她来此处有何意。王婆从怀中掏出1张银票，阿莲一看，美目瞪大，100两。王婆见此得意地笑笑：这可是李富贵李老爷特意拿过来给你花的。李老爷，哎呦呦，看我这老婆，忘记说了。王婆一拍大腿说道：就是昨天在粮店扶住小娘子的那位老爷呀。阿莲想起昨天那男人色眯眯的眼神，直言道：王婆，这钱我可不敢要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。李老爷是什么意思？王婆做贼心虚似的，四周看了看，凑到阿莲耳边轻声说：李老爷看上你了，想要和你找个的相会，以解相思。阿莲吓了一跳，随后怒从心起，她站起身将王婆往外推：王婆，你这是害人性命，这事是要进猪笼的，况且我早已嫁人，你这是安的什么心？王婆还想说些什么，阿莲情急之下拿着扫把将人赶了出去。俗话说，越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得到。李富贵心心念念阿莲，被拒绝后很不甘心，他思量着想个什么法子让阿莲心甘情愿上钩。恰好此时
跟天祥外出做生意的阿土路过粮店，冲王婆打招呼。王婆道：怎么就你一个回来？天祥呢？阿土笑道：天祥有些事耽搁了，要过些日子回来，我先走了。王婆还得赶回去帮天祥带信呢。李富贵在旁一听，这不就是现成的机会吗？他立马让王婆叫住阿土，来到粮店后的屋子。阿土开始一脸难色，直到李富贵从怀中掏出一叠银票。阿土回家将东西放下后，便去了天祥家。阿莲见他，露出喜色，迎在门口问道：天祥呢？是不是在后头？阿莲左右张望，不见天祥的踪影。他看向阿土，谁知阿土踌躇片刻，说道：天祥在外头有人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他不回来了，让你趁早改嫁。见阿莲一脸不信，阿土说：是真的，有个富家小姐看上了他，人长得美不说，还让天祥入了赘，以后那家产可都是他的。阿土说的有板有眼，况且他平日老实，料想也不会说谎。阿莲想不到自己苦守在家，等来的居然是一句改嫁。他整日里以泪洗面，日渐消瘦，却没有留意隔壁阿土已悄悄搬离此地。王婆此时知道该轮到他上场了，于是又来到阿莲的家。他自顾自坐在阿莲身边，见阿莲眼眶通红，往外窗外装模作样叹气道：你可真是个傻女人，那天祥是个混的，放着这么好的媳妇不要，以后有他的苦吃。你呀也别傻了，这世道女人总得有个依靠才是。天祥既然靠不住，便弃了他去。依你这模样身段，还怕找不到好的？当初要是听了我的话，依了李老爷，现在吃的可是山珍海味，穿着可是绫罗绸缎。你看看现在，穷得没钱吃饭不说，连人都靠不住。阿莲闻言更是伤心，嘤嘤哭了起来。王婆又说道：那李老爷可是对你情根深重，他还念着你咧，整日为你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。要不你考虑考虑，他可比天祥强多了，深情不说，花钱也大方，以后定有你享福日子过。这些话一句一句传入阿莲耳中，想到那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负心汉，觉得王婆说的颇有些道理。人靠不住，钱总是靠得住的。如今他已是弃妇，哪还能挑三拣四等良人？王婆也是个人精，见阿莲神色，便知她已异动，咳嗽两声。李富贵从门外笑眯眯地走了进来。阿莲没想到刚动了心思，人就出现在他面前，惊得也顾不上哭了，害羞地跑到自己的房间。王婆和李富贵两人相视一笑，这事算是妥了。随后两人一前一后到了阿莲的屋里。王婆笑眯眯地说道：妹子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啊可是个好日子，你呀就等着过快活日子吧。说罢将阿莲的手拉过来，与李富贵双手放在一起，说了几句吉祥话便退了出去。阿莲想将手抽出，可李富贵握得紧紧的，舍不得松开。他盯着阿莲俏丽的脸说道：阿莲，你就跟了我吧，我保证比那陈天祥好上千倍。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，你要月亮我都给你摘下来。然后在阿莲手背上抹撒，心疼地说道：瞧瞧这么漂亮的手，该是穿金戴银享福才对，你莫要委屈自个了。阿莲心里很乱，一面是往后孤苦无依的日子，一面是委身于人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挣扎良久还未出口，便抵不住李富贵这情场老手各种手段，一会功夫就软了腰肢。有了一次，便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李富贵得偿所愿之后，也的确将阿莲疼到了骨子里。为了讨好阿莲，他大把大把的银子往阿莲身上砸，两人相处时也是玩尽了花样，快活极了。这样的日子相处月余，天祥终于从外地回来了。他背着鼓鼓囊囊的行囊从码头往家走去，离家越来越近，忐忑之色渐浓。
丝毫没有留意身后跟着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。刘三是街上的混混，以偷窃为生。见天祥行囊看起来有些分量，又是刚从外地回来，里面怕是有不少财物，于是盯上了他。在天祥敲门时，他便从后院爬了进去，躲在房梁，打算找准时机偷窃，却没想到看了一出热闹。一男一女在帷幔下引线，正值兴浓，一阵敲门声将二人吓得心慌失措。这两人正是李富贵与阿莲。听见敲门声，李富贵慌忙躲在床底下，阿莲则紧张地穿好衣服前去开门。打开门，阿莲一脸惊讶，随后带着怒意问道：你怎么回来了？天祥不明所以，原以为阿莲会开心地扑在他怀里，关心他为何这么久不归家，怎地这么生气。天祥放下东西，刚想解释，却发现桌子上竟有男人的帽子。他举起帽子问阿莲：这是谁的东西？阿莲支支吾吾，不知如何作答，忽地又生气质问天祥：你管是谁的东西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娶别人为妻？天祥急了，这话怎么说？他问道：我何时娶别人为妻了？阿莲将阿土说的话复说了一遍。天祥怒道：一派胡言，你且等着，我去找阿土问问清楚。几人踏步出入，却见阿土家大门紧锁，敲门无人应声。天祥又返了回来，向阿莲解释：我没有娶别人，天地为证，如欺骗于你，天打雷劈。那你为何迟迟不归？天祥叹道：一言难尽。说罢，取出家里的酒水，拉着阿莲坐下，倒进了苦水。原来他不是做生意那块料，出去一趟不会买卖货物赚取差价，反而遭人蒙骗，不光赔光了家里所有积蓄，甚至阿莲所有嫁妆也赔得一干二净。如果就这些也就罢了，可他还欠了不少外债，如今回来也是要想尽办法凑些钱去还债。阿莲越听越是火气越大，自己的嫁妆不但赔得一干二净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幸好他跟了李老爷，如今还有口饭吃。这男人真是没用，当初怎么瞎了眼看上这么个货？怎么不死在外头算了？对，死了不就好了？莫说最毒妇人心。心里冒出这个想法，又见天祥已喝得烂醉如泥，现下恨不得马上去厨房拿菜刀将他砍了。此时李富贵见天祥已醉倒在桌前，也扶着腰蹒跚从床下爬起。阿莲说：一不做二不休，趁他醉酒，我们将他杀了，这样我们的事就不会被发现了。老爷，阿莲想无后顾之忧同你在一起。李富贵问道：想怎么杀？阿莲说道：还能怎么杀？我去厨房拿把刀来。李富贵制止了他：这样不可，如果用菜刀的话，万一血流得满地都是，那岂不是被人发现了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李富贵想了片刻，拍手称有了。问阿莲：这附近哪有蛇窝？阿莲说：后院就有，之前我见过有蛇蜕皮在那处。李富贵又道：带我去，将蛇抓来，我有办法让天祥死得不明不白。阿莲一听，还有这等好办法，他立马跑到厨房，拿着火钳带李富贵来到后院。两人循着蛇窝抓了条毒蛇放进竹筒，来到天祥跟前。此时天祥还在昏睡，丝毫不知危险到来。李富贵将竹筒一端对着天祥嘴巴，另一端用火燎烧，毒蛇受热，急忙往天祥嘴巴那端爬行。巨大异物刺激下，天祥惊醒，见着眼前的一切目眦尽裂，想要挣扎，毒蛇却直接从他嘴里一直钻进肚里，随后又被阿莲一把捂住嘴，活生生被毒蛇穿心而死。见人已不再挣扎，两人松了口气。他们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，可哪里知道，这一幕全被小偷刘三从头到尾瞧得清清楚楚。刘三在屋梁上看得直冒冷汗，没想到这两人这么狠。李富贵对阿莲说道：我在此地不宜久留，你对外就称天祥喝醉酒喝过头，半夜得了疾病去世，
旁人定查不出。阿莲点头，等送李富贵出了屋，阿莲就跪在天祥的尸体前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而刘三则趁二人出门时偷偷下了房梁，悄悄将害死天祥的那根竹筒带走了。天祥的死就这样悄无声息过去了。街坊邻居最多惋惜一句年轻人不爱惜身体，却也没有其他疑惑。众人感叹阿莲苦守在家，盼着相公回来，刚相见就这样玩笑般死了，真是可怜。阿莲也整日面露哀色，做足了深情模样。这日阿莲仍旧披麻戴孝，在天祥坟前哭得很是伤心。凑巧县里巡检骑马路过此地，见他如此悲切，心生同情，问道：墓中所葬何人？阿莲哭哭啼啼解释，墓中是自己的亡夫，3天前不幸病故。说话间抬起双眸看了眼巡检，又低下头继续痛哭。可就这一眼，让经验丰富的巡检发现了不对劲之处。眼前妇人丈夫刚死3天，她居然还有心情梳妆打扮，脸擦胭脂，嘴抹朱红，空有哭声，眼无泪水，这不符合常理。他立刻对阿莲说道：我乃县内巡检使李生，现怀疑墓中所葬之人死有蹊跷，我要开棺验尸。一听说要验尸，阿莲的内心顿时慌了，没想到今日遇到个煞星，如果被查出来的话，自己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他急得这下要真的哭出声来，一定不能让他开馆。情急之下，阿莲趴在了天祥墓前嗷嗷大哭，气声说道：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，你个没良心的，说走就走，留下我一个人受人欺负，如今你的墓都要让人掀了，这是要让你死不瞑目啊，相公。李巡检见他这般姿态，越发怀疑，他强硬说道：如果我怀疑有误，自会向你赔礼道歉，如果你相公枉死，我一定会为他讨回公道，你在怕什么？莫非做了什么亏心事才不敢开棺验尸？见阿莲仍趴在墓地上嚎嚎大哭，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，巡检下马强硬地将人拉开，动手把天祥的尸体挖了出来。尸体一出，阿莲哭得更大声了，可无论她再怎么哭，眼泪始终没有流下。李巡检将天祥的尸体从头到尾检查了一番，结果出乎他的意料，没有找到半点伤痕。李巡检面露愧色，对阿莲说道：在下鲁莽，扰了死者安宁，深感抱歉。阿莲见对方未查出异样，心下一喜，强忍着未露出异样，怒视李巡检道：就一句道歉可以平了我相公的怨气吗？李巡检自怀中掏出50两银子递给阿莲，再次诚心道歉。可如今的阿莲早在李富贵的娇宠下开了眼界，岂会在乎这区区50两银子？见怎么查验都验不出伤口，阿莲也肥了胆子，准备将李巡检告到县太爷那去，正好再一次向大家证明天祥的死是意外，她则是拼死守护相公的烈女。隔日，阿莲就抱着天祥的牌位跪在县太爷的面前，她声声气血说道：县老爷，你要为民女做主啊，我要状告李巡检，他故意在亡夫的坟前出言戏弄于我，只因我不顺从，李巡检就将亡夫的尸体从墓里挖出来，让他死不瞑目啊。县太爷以为李巡检真的如此胆大包天，当场就命人将李巡检叫来跟阿莲对峙。李巡检来了后，县太爷问道：他所说是否属实？李巡检正色答道：非礼之事子虚乌有，下官只是见其神色有异，恐有冤情才开棺验尸。县太爷闻言，想到李巡检次次拒绝同僚喝花酒的事，心想李巡检这个性子调戏妇人有些不大可能，可当时只有他们2人，这事怕是难以说清。这小娘子在堂上不依不饶，难以收场，不如先做做样子，将李巡检关押到大牢，再详查一番。于是县太爷拍了桌子，怒道：调戏之事我会详查，但你未经其家人同意强行开棺验尸，扰了亡者安息，你可知罪？李巡检露出愧色，
低头说道：“在下知罪。”哼，来人，带他押入大牢，好好反省几日。县老爷这边安抚阿莲说道：“调戏之事，本官会详查，待了解实情后，定当严惩不贷。饶你王夫一事，他已认罪，等所有事情查清，定会一同处置。小娘子，你先回家，有消息本官会派人通知你。”李巡检这边在牢里如同回了自家，没有一丝不自在，躺在稻草上没一会睡着了，甚至还做了一个梦。更奇的是，那个男人同今日棺材里的男人长得一模一样。他脸色发青，说话含糊不清。李巡检仔细听了半天，只听清东边刘三二字。当初刘三带走了竹筒，却没成想这举动害苦了他。天祥的魂魄附身在竹筒上，时常夜里出现，让刘三为其伸冤。刘三是苦不堪言，今日尸身被惊动，见有人为他伸冤，便托梦告知线索，以求真相大白。李巡检梦醒之后，立马向县老爷申请戴罪立功，称有线索需要马上去查。他将自己打扮成江湖术士，一直向东边走，很快就找了刘三的住处。开门的是一位年迈的妇人。妇人问：“你是哪位？”李巡检答道：“姐姐，我是你的远房表弟啊，如今云游至此，想在这暂住一晚。”妇人仔细端详，随后皱皱眉。李巡检还以为谎言被识破，正要离开，忽然妇人拉住了他：“你怎地这些年都不来看我？你母亲呢？”一边说一边将人邀进了屋。刚坐定，恰好刘三回来了。刘三见家中来了客人，问母亲：“这位是？”母亲笑脸盈盈说道：“这是你的远房舅舅，快叫人。”刘三有些懵，他怎么不记得自己有个舅舅？就在他准备继续问母亲时，李巡检突然走了过来。他镇定地向刘三说道：“我是你母亲娘家的远房表弟，所以你不认识我也是正常。”听了李巡检这么一说，刘三也不免尴尬地笑了笑。自从刘三看到阿莲毒死天祥的那个情景后，他对女人就产生恐惧之心。今天家里无缘无故多了一个舅舅，他甚至都怀疑自己的母亲会不会也对舅舅下手。这一晚，刘三都不敢睡，生怕自己的母亲突然变成阿莲那样。隔天一早，李巡检故意晃到刘三面前，掐指一算，面露喜色，对刘三说道：“好啊，我们家终于要出富贵之人了，你天庭饱满，好运连连，未来富贵不可估量。”刘三听了李巡检这么一说，顿时来了兴趣，他积极地拉着其坐下，一边泡茶一边问道：“舅舅，我该怎么做，今后才能发大财？”李巡检见刘三上钩，沉吟片刻后，神秘兮兮指着天说：“想要发大财，就必须靠天机。”刘三不懂这是何意。李巡检见他一脸不解，微微笑道：“我问你，你为何不娶妻生子呢？”这个问题恰好问到刘三的痛处。他自从撞见阿莲伙同情夫残害天祥后就发了誓，这辈子情愿打光棍也不娶妻。舅舅也不是外人，这事憋在他心中很久，让他寝食难安。如今借着这机会，跟盗绿豆似的，说得清清楚楚。于是他将那天自己看到阿莲如何勾结李富贵，如何用毒蛇强行灌入天祥嘴中的情景，全都告诉了李巡检。李巡检这才知道，原来阿莲的心肠这么狠。随后刘三又将阿莲作案的那根竹筒给李巡检看。事到如今，终于真相大白，但是如何让刘三去做证人呢？李巡检思索良久，抬头问刘三：“想不想发财？”刘三当然想，他做梦都想让自己发大财。见舅舅问起，使劲点点头。李巡检说道：“你将那竹筒拿去李富贵的当铺去当，开价500两，定能成功。”刘三不傻，他知道这是舅舅让自己去敲诈李富贵，但是为了500两的银票，刘三还是决定拼一把。隔天一早，李巡检给了刘三一个锦囊妙计，再三交代：
一定要拿到500两的银票跟当单后再打开看看，否则的话，他的财运就会飞走。刘三按照舅舅的交代来到李富贵的当铺，李富贵此时正巧在店里，他咪咪地对李富贵说：“老板，我要当东西。”说完举起手中的竹筒。李富贵见那东西后，顿时吓得瞪大了眼睛。随后刘三又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这只竹筒是我上月初1那天晚上在天祥家里捡到的，不知道这只竹筒的时间和地点值不值500两的银票。”李富贵擦擦额头的冷汗，慌忙点头。刘三心里暗喜，看来舅舅说的没错，自己真的要走好运了。于是他又笑眯眯地说：“可惜啊，500两我不卖，有人出1000两买下这个竹筒，看来要卖给别人喽。”说完转身离去，还未走出店门，便被李富贵紧紧拉住。“我出1500两。”白着1500两银票的刘三皆大欢喜，拿着银票欢欢喜喜出了门。突然想起舅舅交代的锦囊妙计，打开锦囊一看，舅舅写着让他带着当单去县衙举报，就可以再换取500两的银票。刘三心里那个美啊，立马带着当单来到了县衙，将阿莲如何害死天祥的经过全都告诉了县太爷。有了刘三的人证和当单的物证，阿莲伙同李富贵害死天祥的罪名终于成立，县太爷立即下令逮捕2人，这对昔日的野鸳鸯最终受到制裁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真相大白定人心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